来到我们上海佳士得的现场。我们明天、后天会举行香港春季拍卖的精品展览。那我们今天呢是让大家先睹为快，那就先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精彩拍品。我是唐希英，是佳士得的中国瓷器及艺术品部的专家。然后在我身边有我们佳士得的好朋友，还有重要的收藏家苏平先生，还有我们的资深专家戴老师。苏老师、戴老师，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对，那讲到我们这一次的拍卖呢，我们会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专场，是我们乾隆三珍，就是有3件非常重要的乾隆时代的瓷器。那我们首先我们一开始我们先分享一下2件非常重要也非常精彩的拍品，然后最后一件我们在压轴去介绍一下。这是这2件，第3件站在柜台里面。我重新做一代表，需要戴老师。是。好，那苏先生、戴老师，我们不如就先谈一下我们眼前这个金乾隆洋彩一个玲珑转心瓶，好吗？好啊。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叫转心瓶呢？就戴老师可不可以就是我们先看一下它是怎么去转的呢？因为它的这个内胆就是它的瓶的瓶心可以旋转。那通过这个旋转呢，它会有一个类似于走马灯般的效果。是。我来转一下。大家看得出来吗？就是从这个。开光的那个镂空的地方，对，看到里面的就是来自龙舟图的这种感觉。对，就既像一个走马灯，同时又像呢人在一个园林的里面，透过园林的窗户向外边看。譬如说以前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以及在西园的那3海，都会有一些端午节的这个龙舟的竞赛，这种从汉代、宋代都会流传到现在，是端午节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的民俗的一个节日项目。那在清代宫廷也非常重视，所以才会在这个制作这样的这个珍品来展现当时龙舟竞赛的盛况。是，它应该是乾隆早期唐英发明的，是对，而且在市场上，在收藏清代瓷器人的心目中，转心瓶一直是一个非常名贵的品种。是，对，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呢，工艺就相对比较复杂，非常难烧制。对，像这个瓶子呢，它应该比乾隆8年要晚。对，讲到乾隆8年，是因为我们从那个清代的宫廷记录里面可以找得到。就第一次出现转心瓶的记录，就在乾隆8年，当时候呢是叫转旋瓶，就是旋转的那个旋转，对。然后就是那个唐英是为了讨得那个帝王的欢心，就是他制作了一批又一批就有新奇巧。就是非常特别独特的一些瓷器，是给帝王，就是给乾隆皇帝。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乾隆转心瓶几乎成为乾隆瓷器的一个代表。譬如说到成化时期的，一定是斗彩鸡缸杯，那珐琅彩、雍正珐琅彩。那说到乾隆，那第一说的一定是就是转心瓶。也讲到洋彩，对。那我们这一件呢，它的特别之处，除了中间瓶胆、瓶心可以旋转之外呢，它的瓶的上部以及肩部以及下部都对称的，以洋彩来画缠枝西番莲。是，而且在那个洋彩的色地上，还有这个锦上添花的这个纹饰。就是用针刻上面，就是达到一种像刺绣一样的那种效果。这种叫锦地，就是很细的，比如这个粉色、这个黄色，这个地子非常细，上面有细细的花纹，这种叫锦地。然后上面的花卉呢，它是巴洛克风格的，因为乾隆他比较也喜欢西洋的这种风格，所以你看这些圆点，实际上是为了衬托它的这种立体感。
这个每一片叶子上面呢都有阴阳相背，这个都是西洋的那个绘画的方法，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一类，就是把它称之为阳彩。是。包括它特别，譬如说我们看叶子那个处理方法，就是它那个光暗的那个阴阳相背，阴阳相背就是叶子的正面、背面以及它的旋转这个自然的状态，就仿佛它依然是在会不停的生长一样。那对，是的，非常明显。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的平腹的这个就平肚子这个镂空这方面，它是用松石绿釉，它仿绿松石的这个效果，是。而且这种篆星品啊，就是历来就是一味品种，就是我们在接触到一些真的好的篆星品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旋转起来非常的丝滑，毫无阻塞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你如果一个篆星瓶转起来呲呲咔咔的，那肯定不是乾隆时期的啊。像这件东西呢，跟它相关的清宫档案的记载呢，乾隆18年有烧造过这样类似的。然后呢，这件东西无论是从它的彩，从它的绘画的风格，以及从它底款，它底款是青花款，是，对，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对，从它图录里面可以看得到，对，它都应该是乾隆18年前后，就是不会太晚，因为它都是比较早期的特征。所以呢，在市场上以前出来过的一些篆星品，基本上都是矾红的款为主，会比较多在市场里面。这个青花款的篆星品非常少，所以就是这件篆星品呢，它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时代应该比较早，是的，应该比较早，是的。所以这件东西就比较难得，而且呢，它是几节在一起能够篆，对吧？是的。这样的东西保存200多年到今天，这件品相相对完整。对，而且我们在图录里还放了一个 X 光的一个透视，是的，这样大家能够看到当时制作的技巧，就它为什么能够旋转。对，你可以想象，因为它在烧制的过程中，其实它从那个胎到现在这个成品，它是有那种收缩的那种过程嘛，但它要几个部分刚好就是都是完美、很精准的这样子收缩，就是让它可以就是滑到那么在刚才苏先生就说它是很顺的这样子去转，其实它一定是经过非常的严谨的那种计算。对，是的，对，而且就是这件东西，就是它确实是转动起来啊，感觉非常好，非常好，而且基本上你就感觉到手快停着的时候，你手停了，它自己还会再转，还会再转一点点。就是它就是非常的滑，有惯性，所以这个特征呢是鉴定真的这个篆星品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包括说它一个就是肚子中间开光，有4个佛教的这个万字纹，那跟周围的这个松石绿的这个镂空连接在一起，就是万字不到头。就是永远绵长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叫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就是没有边，万寿无疆，对，然后对，然后2个耳朵呢也非常特别，做了2个螭龙的这种造型，而且同时还有描金，是，而且口沿也描金，圈足也描金，而且保存状态算是很不错，对，就是呢，像这样的东西非常难以保存。就是很容易，比如坏了、断了，耳朵碰了、掉了，或者是上下脱节了，怎么样？或者是这些地方，只要碰一下，因为它比较细嘛，就缺一块。那这些问题还基本上还都没有，所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一个很难得的篆星品的实物。而且苏先生，我们这次的估价是港币2000万，也是一个比较吸引的估价，对吧？对，对，应该可以这么说，是。对，估价不算高啊，是。对于篆星瓶来说呢，这个估价确实不算高。对的，那我们想到刚才那个螭龙耳，其实我们也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类似的一个对，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拍品。那我们现在眼前暂时可能还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有分几个部分。我们让戴老师给我们看一下，它其实等一下，在组装之前呢，在这种状态，其实大家比较容易能看到它底部的这款石，对，乾隆款，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底款。看到反了这边啊，正了，正的啊，对，这个是大清乾隆年制金款，描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旁边还有6个支钉，6个支钉，对，然后呢，大清乾隆年制这几个字是描金的，篆书款，对而且是描金，也是很高级别的一个作品。是。那我们先让大老师给我们可以组装，可以组装一下。就是在组装之前，然后它这一部仿绿松石也非常的漂亮，是在这个底盘的正面有大块的仿绿松石的装饰。对，我们在北京展览的时候，那就有的客人就在好奇的说，这个到底是镶上去的绿松石，真的绿松石，还是画上去的？对，其实我们不只是一个客人问，就是很多人都以为是真的是石头在嵌在里面，那其实不是，它整个都是瓷胎。就是它都是瓷，然后上面有仿石釉，对吗？对，这个叫仿石釉，就是用彩表现出这种绿松石的感觉，石头里面的那种石纹感觉啊，无论是颜色还是纹路，都非常像真的绿松石。对，这个呢，就是在雍正、乾隆两朝应该也是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就是仿石釉这个技术。对，绝对是。就是这个我们能看到的已经是它就是仿石釉非常好的一种展现。所以呢，它和绿松石非常接近。是，那在组装之前呢，我先请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榫卯结构，就它的底部，对，跟这个上部，这个是上部，在这里有卡口，有个榫。除了这个榫之外呢，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榫的上。这个边缘啊，顶部边缘故意的留一个小的一个凹痕，一个记号。这记号干嘛用的呢？就是为了插取方便，啊。对，就是它不是因为有毛病所以它凹进去，它是为了一个记录。对，是为了它的用途故意制造的这个凹痕。是的，可以了。好，我们再转一下。如果转一下，它就拿不出来了。对，所以它的设计其实还是非常的聪明的。对，然后在这个顶部呢是一个盖子。这盖子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在这个的上面呀，是可以放一些香粉呐、香片呐、香料啊。对，看得到吗？就是有镂空的，所以里面是可以放一下香料。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清代的时候，贵族包括皇帝的帽子比较重，也不会没事清洗。对，所以呢。但是在头上时间戴久了以后，肯定味道呢也不会太好，也是有卫生的考量的。对，所以需要在这个帽架里面放一些，就是它要有熏香的功能。这里面的香气散发出来，它帽子头一天晚上回家放在那儿，然后第二天再戴的时候呢，可能会稍微的香一些。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讲到帽子，可是我们刚才其实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去介绍，其实这个非常特别的。这实际上是个帽冠，对，就是上面放帽子。冠架。帽架或者叫冠架啊，帽冠的这个架子。它为了放帽冠，它会把这个上部啊故意做成镂空的这个形状，就是为了透气。那么跟上部呼应呢，下部呢也做成这个镂空的形状。其实做这种对于陶瓷工艺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非常难。对，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它这上面是一条条小的齿轮，可以给个近的镜头特写，是他们一条一条的齿轮。而且它是在那个紫金络上面还加了描金。对，它这个是要按烧造工艺呢，肯定是先烧造一个白的，然后呢上紫金釉和仿石釉。再烧一遍，然后最后再描金，再烧一遍。它其实就是仿那个铜搓银、铜搓银的那个效果，然后再嵌宝石的这个工艺。是的。对，像这件东西呢，就是在档案中，清代宫廷档案中间也有提及，大概时间是乾隆30年。对，乾隆30年。当时呢，给它的名字是叫做。多喜如意，松绿，多喜如意的冠架。它为什么叫多喜呢？如意简单，大家看这些地方都有如意，对，都能看到。但为什么叫多喜呢？因为螭龙其实在清代宫廷就是代表的就是这个喜的寓意。是，就是在乾隆皇帝有一首御题诗，乾隆51年做的，叫
永汉玉宫，这里面呢，乾隆皇帝本人有一个注释，就是螭玉玺也，就是螭龙，它的寓意就是玺，所以呢，档案里面的那个叫多玺如玉松绿冠架，是和这个是可以完全的契合。是的。对吧？而且一个工艺那么复杂、那么精彩的一个作品，它一定是给皇帝用的。就是它其实是跟皇帝是有很亲密的那种关系，因为它是真的是有用途，它有实际的用途。那一定的。对。就是像这件东西呢，就是它基本上那条档案里面记载的。当然我们要肯定是你们要感谢，就是找到这条档案的同志。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条档案。就等于是直接把这件东西指到了皇帝的身边。对，是。因为呢，这条档案里面其他的东西，也都是和皇帝距离比较近。是，对吧？是。所以就是这个冠架呢，其实它有了就是它的一个非常充足的证据。对。非常充足的证据，因为类似这样的以前好像也没有见过其他的这种冠架。这个可以说是孤品，我们在博物馆或者是在市场里面也没有看到第二件。其他材料的有类似，比如紫檀啊，或者是玉的，或者玉啊，但是以瓷仿铜这个工艺来做，那这个非常难得，可以说是孤品了，是吧？是的，就是它结合了实用性跟美学。对。而且为了宫廷制作，为了皇帝制作，就是给他使用，也给他观赏吧。观赏啊，对。而且这种紫金釉上面描金的这种装饰风格，就是确实非常像这种铜错金银的感觉，非常像啊。这就是乾隆皇帝呢，就是这方面他在位时间长，而且对艺术啊。他的那个喜好多样，对，而且也有追求，对，有追求。但是呢，品味怎么样呢？我觉得也是两极分化，有的就是好，有的也一般。但是这件东西呢，反映的是什么？就是他真是喜欢的就是这种相声的感觉，就是用瓷做出铜的感觉，是的，用瓷器做掐丝珐琅的感觉，对吧？对，或者用瓷器做出仿玉器的感觉，是。就是还有仿玉釉，就是仿玉器，就是仿任何东西，他都希望用瓷器能够做出来。是仿木头、仿竹全有。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的品味就是比较广博。对。而这样的东西呢，就是非常难得，因为呢，就是首先它成型不易，其次它相对来说工艺比较复杂。对，它成型它要几片拼合在一起，然后进行烧制。是啊。第三呢，就是它虽然是很土豪的一种制作方式，但是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却还挺雅。的确是很雅。对，松绿和这种铜错金银的这种结合在一起，那种就是那种对比，那个颜色的那种色彩的对比，色彩这种组合来源是春秋战国的错金银嵌绿铜，是的，这种铜器。对。照理来说，这个冠架和那些铜器从造型上完全没关系。对。但是他把那些上面的那些元素、审美元素转移到了这个冠架。是的，的确是。这个呢，他也是一个伟大的设计师，你知道吗？这个也确实挺有意思。的确是。所以这件东西呢，就是看着就是让人爱不释手，而且呢，它不怎么缺。你看，包括上面我们认为最难得的这个盖子，对，它也还在。对。所以就是也是200多年了。对，因为通常来说，上面的盖子因为小嘛，是最容易丢的。是啊，我见过这个盖子被换成掐丝珐琅的啊，我还见过有换成紫檀的。对，用木头的就更多朗逸了嘛。对，所以就是这件东西还是相对比较完整，非常完整。这也是它一个难得的地方。是的，而且尺寸刚好。刚好。就是买家回去呢，放个帽子问题也不大。对吧？而且它的设计的确是很好，像这个盖，就是你把它榫子就是对住以后，其实你就再拿不出来了。就是它整个包括上面的这个部分，你对上以后，其实它就扣住了。咱们现在比乾隆还可以玩得更先进一点，这里面弄很小的盘香放在里面点，问题也不大。或是沉香也可以，对不对？对，是吧？所以可以的。这个还是确实真是一件挺好的东西。是的。所以乾隆3件专场里面，就这2件放在一起，其实是可以互相比较、互相印证的。对。无论说是从这个仿紫金釉的这工艺、镂空，以及像这个如意，它这个龙尾，这个耳朵上那个螭龙，就是和它身上那个螭龙，对，实际上就是这个是大的，那个是小的啊，对吧？
就是因为这两件东西，我认为烧造时间不会差出10年。这两件东西的烧造时间应该在差不多10年左右之内。对，所以你看这个龙纹和它这里面的小的螭纹和这个螭纹啊，实际上都相配合的，还是非常接近相配合的啊，是吧？而且本身这个绿松石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像。看实物的话，就会让人就觉得讨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材料啊？是的，故事型的，故事性的啊。那苏先生，戴老师，我们讲完乾隆3珍的2件以后，不如我们现在改变一下主题，我们就除了瓷器以外，其实我们这一次也有非常精彩的其他类别，包括我们的玉器。就譬如说，在我们眼前可以看到，就是有3个派品，都是乾隆时期的，而且它们特点都是尺寸比较大，而且用料是非常讲究的玉器，对吗？是的，对。就是这2件如意呢，是尺寸比较大，而且是原石，用料厚重，然后呢，它是一块料开出来的，对，2块玉石的材质纹理非常接近，颜色也几乎一致。对，像这么大块的玉材呢，基本上只有在乾隆平定回部以后才会有，才会有。所以就是用这么大、这么厚重的材料来做一对如意，说明还是非常重视，是非常重视，绝对是。对，而且从当时从一块石头开出2个如意，一直到现在，对，没有分开过。对，这个也是很难得的缘分。什么时候拍出来的？上一场，上一场是大概是1979年。那个时候是在，然后之后呢，是一个东南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家族，他们当时候拍下来以后，就一直在同一个家族里面，然后就没有再出来过，所以是等于说差不多有40年没有出现在市场上。40多年。对，所以也很难得。然后是的，对。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心血，终于就是货主是愿意给我们这一次又再请出来，对，又再请出来重建江湖。因为像戴老师那么说，就是一对的，而且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还一直没有分开过，的确是很难得的缘分。那这个大的黄玉蟹质和他们是同一厂家吗？不是同一个厂家，不是。对，这个黄玉蟹质，个人的厂家。对，这个黄玉蟹质材料也是巨大的。对，那这么大个动物基本上非常非常少，而且是黄玉是更少。非常莹润。对，黄玉呢也是和田的，它比白玉呢在档次应该更高，就更稀有一点，更稀有。而且这件黄玉呢，它这么大一块材料做一只动物，基本上不就料。对，不就料就是说明什么？说明玉材比它还大很多。是，是。所以呢，这件也是非常珍贵的，就是很难得，有这么大块材料，对，很难得。而且工艺也不错，是工艺也不错。你可以看到那个瑞兽的那个纹理啊，那个肌肉的那一种，是的，它还是很有动感，是有力量的那种表现。是的，就旁边这个3阳水城呢，就是我就觉得呢，它虽然尺寸不大，但是这件东西呢，就是看实物的感觉更加好。首先你看这2个颜色略有不同是，但它这种呢，就是应该是档案里面记录的，这叫干黄玉。对，它这个玉深绿。这个的干黄玉，它这个玉质比那件更细，而且这件呢旁边雕刻了3只羊，形态各异，所以这个水城呢，你上手看实物的感觉非常好，然后它是一个文房器，水城上面放个小勺，对，而且这件东西呢，就是它们2个放在一起，你可能镜头里看它没它黄，但是呢，你仔细看看这件的玉质也非常的好，对的。就这件呢，这件基本上是大家都不会错过，但这件呢，就是有人可能不会太注意，但是我觉得这件呢，应该值得来好好看一下，因为这件确实很好。而且这件可能会越看会越耐看，很好。对，因为3只羊的姿态各异，完全都不一样。那个佳士得的所有拍品都是越看越耐看。谢谢。没事。还有3只羊呢，就是以前叫三阳开泰，这是有一个道教方面的这种，因为乾隆他本人也是佛道双修是的所以乾隆的宫廷艺术品上面呢，就经常会有佛教纹饰、道教纹饰，这2种元素都有。对，而且他本身他就特别喜欢拿这个羊卦作为自己乾隆那个乾字的一个这个。对，因为
那个字儿就也叫乾卦嘛，是的，是就是他自己就是用这个字嘛，对就是乾卦作为他的这个乾字儿。啊，也许他这个年号叫乾隆，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也有可能是吧？因为他也比较喜欢三阳开泰这个题材，的确是一个他很喜欢的题材。他父亲雍正就是更加信道教，就是炼丹啊什么的，有江湖传闻说他是被那个就是丹药服食丹药过度传闻，这个江湖传闻是，所以这个就是这件东西呢，是一件很好的就是宫廷玉雕作品。是的，我个人这么认为，很雅，很雅，谢谢这件是吧？那我们讲完几件乾隆的作品，不如我们改变一下口味，我们看一下2件明代的，也是非常雅致的作品。好的。